英国谋划在日本驻军，一起用牙签搅和太平洋，这是什么样的落子水平？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1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伦敦和英国首相苏纳克进行了一个会谈，还签署了一个互惠准入协定。协定呢，将允许两国规划和开展更大规模、更复杂的军事演习，并且允许双方相互的要部署武装力量，舰艇在对方港口停泊，一起搞联合演习的程序也都简化了。那么差不多1年前，日本和澳大利亚也签过这么一个协定，要相互部署武装力量，那就意味着日本可以在英国驻军，英国呢也可以在日本驻军。大家应该还记得，前不久约翰逊在任的时候，英国海军特混舰队就是英国驱逐舰集体趴窝特地借了其他的国家的水面舰艇跟英国航母混合出那个舰队去日本进行了访问，后来还说要在日本长期保留2艘装备20毫米口径小炮的巡逻舰。这次的协定呢，算是把英国这个部署计划合作范围呢落实到了一个法律层面，扩大了一个合作范围。英国在历史上这个搅拌能力可谓是首屈一指啊！现在很多地区冲突都有英国殖民时期留的背景。2战之后美苏的对抗也不是没有丘吉尔在后边发挥作用。对英国来说，脱欧之后距离欧洲已经越来越远，法国跟德国在想办法谋求自己主导欧洲政治走向，要进一步降低英国在欧洲的存在感。所以英国跟美国一样，现在是靠俄乌战争要削弱欧洲独立性。比如这次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西方坦克的也是英国，用区10辆挑战者坦克就要带动法国、德国、波兰一起增加队伍援助，一定让俄欧长期的互相放血。但是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毕竟在下降，所以他们还提出一个要向太平洋进行一定的倾斜，算是要在太平洋先落下一个子，将来看东亚政治格局如何发展，然后再考虑如何顺水推舟就行。再看日本呢，日本这些年总想突破非正常国家身份，总想能够在海外施加影响力，也愿意通过联合国维和的名义在海外部署部队。而这么一个协定就给了日本扩大海外军事活动的空间，双方有了一起用牙签来搅和太平洋甚至是大西洋的机会。而且日本在亚洲也愿意搅和，他最希望中美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对峙，这样才能体现自身在美国战略布局中的价值。中美关系要是好的话，谁还需要日本呢？所以光有美国还不够，日本还希望把更多的国家拉过来凑个份子，装装门面。如果能够通过英国的军事存在进一步激化中国和欧洲的矛盾和冲突，那日本觉得身后的大哥就又多了一位，这个也是给中国外交再挖一个坑。但是就是这么点事儿，还把咱们一些网友给吓到了，说是不是英国还有日本要一起再次入侵中国，这也弄得我哭笑不得。这些网友是不是以为现在保卫国家的还是八旗或者是露营兵啊？美国都知道距离中国岸边2000公里内，美军航母编队和基地都缺乏生存机会，美国参联会主席天天嚷嚷着这个仗打不起。那么以英国现在的军事力量规模，有没有核武器都打不过俄罗斯的水平。别说派几艘巡逻舰到日本驻扎，就是英国海军全过来，在解放军、火箭军和海空军面前能坚持超过1天吗？所以英国、日本哪来的本事入侵中国？当解放军不存在，还是阅兵都白看了？咱们能不能有点自信？当然了，倒不是说日本什么都不想干、不能干，日本肯定对钓鱼岛、对台湾这些事情有插手的意图，只不过也不要把日本和英国想得那么牛。当年朝鲜战场上，我们面对所谓联合国军都是打赢子，现在也不要把英国和日本太当回事。中国外交部呢对这事的回应是，有关国家开展防务合作，应当有利于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不应制造假想敌。这段话呢说的是不温不火，但是意思很清楚。现在再想让中国外交上当，可就没那么容易了。